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小伙伴要求的无糖凤梨酥。从无糖凤梨馅料到饼皮制作、整形和各个要注意的点，我都会在影片告诉你们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因为凤梨的糖分过高，所以这次凯决定用冬瓜来做凤梨酥的馅料，一样很好吃哦。用削皮刀把外皮去掉，要削多几层，把绿色的部分去掉，然后把冬瓜切开来，用勺子把籽去掉，然后把它削成细条状。要小心哦，粗心的我食指和拇指都被刮伤了。这里总共有750克。然后隔着纱布，把冬瓜里的水分尽量挤出来，然后称100克的阿洛酮糖，最好不要用赤藓糖醇哦。等等，我给你们看为什么。然后削1颗柠檬皮，切碎。切开柠檬，把汁挤出来。这个要用来代替凤梨馅料的酸，所以至少要用1颗的量哦。皮和汁倒在一起备用。接着就可以开始炒凤梨馅了。把冬瓜丝倒入锅里，倒入柠檬汁和柠檬皮，代糖，再倒入1茶匙肉桂粉。然后炒到变干收汁，然后盛出来备用。这时候我们来做饼皮，称40克黄油，90克杏仁粉，10克燕麦纤维，30克代糖，少许盐巴，1/4茶匙黄原胶，搅拌均匀。软化了的黄油把它压匀，倒入粉类，搅拌，然后用切拌的方式把材料大概混匀，然后打1颗蛋，取其蛋黄放入盆子里。先用刮刀大概搅拌，然后戴上手套把面团充分的揉匀，差不多像这样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冷藏备用。这是已经放凉了的凤梨馅，取70克，把它整成圆柱形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冷藏。这是我上次用赤藓糖醇做的馅料，冷却后表面会变硬泛白。冷藏差不多30分钟后，我们就可以取出饼皮，大概90克，把它整成和凤梨馅一样长度的长方形。可以像我这样用刮刀尽量把边边修平整。然后把凤梨馅放上去，隔着保鲜膜把它包起来。这个面团比较容易裂开，轻轻用手把它按压粘合就好了。然后包起来冷冻一下下，硬一点比较好切。冰箱拿出来后就可以用刮板画出印记，叉子的宽度刚刚好。这个包法能让凤梨馅里的水分蒸发，表皮才不容易开裂。然后用刀慢慢切开，切的时候可能饼皮会微微裂开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用刮板再给它一个个推平整。抱歉没什么录到。然后用刀刮出凤梨的纹路，送进预热烤箱160度8分钟，
然后拿出来再用刚刚用剩的蛋白一个个刷在凤梨酥上，然后就可以送入烤箱再烤5分钟。我们的无糖凤梨酥就完成啦，让我掰开让你们看看内馅吧。这是我之前做的，饼皮很软，内馅泛白而且过硬，一掰开就散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因为凤梨酥是我们这里在新年的时候会吃的一样小点心，所以今天要问大家的问题是，你们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必吃的一样小点心是什么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过几天见了，拜拜。